美政副总统同时发声，与中国的关税战并非不可避免。美国人果然色厉内荏，特朗普一顿情绪输出后，还是得回到与中方的谈判桌前。当地时间10月12日，中方关于加强稀土管制的公告发了3天后，特朗普政府整体都冷静下来了。先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暗示，美国并不愿意打这场关税战。万斯称中方应当选择理性的道路，并声称特朗普手上的牌很多，但如果中国愿意理性一点，美国也会如此。紧接着，特朗普也在其社交媒体发文，以所谓对中国好的口吻，声称美国想帮助中国，而不是伤害中国，以暗示可能会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。显然，美方已经露怯，但碍于全球第一强国的面子，他们没法把话说得那么明白。只能是各种拐弯抹角，以看似警告，实则服软的口气，希望中方收回成命，同时避免真的与中国打起这场贸易战。万斯和特朗普的表态处处都透露着所谓的是美国在给中国机会，但实则是在求中方给个对话机会，这正是美方给出的台阶，他们希望中方能够顺着台阶下来。不过就中方的一系列表态来看，我们出台这几项措施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来的。12日当天，商务部发言人答记者问，其中提到，中方事先已就措施可能对产供链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充分评估，并确信相关影响非常有限。同时，措施出台前已向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通报。也就是说，美方可能早就知道了我方会出台这些措施，难道特朗普手底下的人没跟他汇报过？发言人还提到，这是中方依据法律法规完善自身出口管制体系的正常行为。反观美方长期以来泛化国家安全，滥用出口管制，对华采取歧视性做法，特别是在9月中美马德里经贸会谈后，短短20多天，美方持续新增出台一系列对华限制措施，将多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和特别指定国民清单，通过穿透性规则任意扩大受管制企业范围，影响数千家中国企业，无视中方关切，执意落地对华海事、物流和造船业301措施。发言人这话也基本解释了我方为何会出台这些措施，正是因为美方在马德里会谈结束后，又开始针对中企下手在先，并非特朗普口中的中国，这是在针对全世界。显然，特朗普政府又开始不长记性了。中方放宽了对美稀土出口后，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又行了，在中美经贸谈判氛围一片向好之际，又开始打压限制中企，那我们自然也要让他们长记性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透露，他们自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迅速联系中方，试图与中方通电话，但中方拒接了。很显然，我们这次的态度坚决。无论是拒接美方电话，还是发言人的表态，都说明我们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。美方若是不改变错误做法，仅是口头上呼吁谈判，又说一套做一套，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陪美方折腾，更不可能会下这个台阶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到，在发言人话里还提到了已经充分评估并确信相关影响非常有限。这话虽然指的是产供链，但同样也可以针对美国政府。我方早已看透了特朗普政府的本质，不过就是纸老虎喊得再凶，但其实手里没有什么筹码。特朗普一顿情绪输出喊完要对中国加征100%关税，现在不照样冷静下来了？中美贸易战的代价也是美方无法承受的，特朗普政府心里很清楚这点。跟特朗普在其社交软件上随时官宣不同，我方出台的政策已经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评估。这场交锋揭示了一个本质，特朗普的贸易讹诈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，在中方坚定的意志与完备的预案面前不堪一击。从虚张声势的关税威胁到如今寻求对话的暗示，特朗普政府的姿态变化已然说明，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，任何单方面的霸凌行径终将反噬自身。中国的回应之所以冷静而坚决，正是因为我们早已看清，在这场博弈中，时间与道义站在更有战略耐心、更遵守国际规则的一方。美方若真心希望避免关税战，那么关键不在于给中国设置台阶，而在于必须用实际行动拆除自己设置的贸易壁垒。